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斌。新时代第一中锋本该是他，MVP 本该是他，总冠军也本该是他。但这一切如今都只能存在于那不可能的如果里。如果你问我谁是近些年最可惜的球员，我想我的答案会是考辛斯。内线重如牛，还有一手精准的三分和不错的组织策应，考辛斯俨然就是新时代最强中锋。但来得快，走得更快。如日中天的超级天才陨落的速度也如流星般快速。如今的我们已经近乎听不到考辛斯的消息。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考辛斯的世界。德马库斯·考辛斯1990年8月13日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相较于篮球，当地人更喜欢橄榄球。而小时候的考辛斯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在升入小学后，考辛斯加入橄榄球队。经过一个暑假，考辛斯的身高蹿升到1.98米，加之常年训练，导致身体健硕，让他根本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直到某一天，一位 AAU 球队教练看到了考辛斯，通过聊天后，知道眼前这个孩子只有14岁，但他那健硕的身形俨然十分适合打篮球。随即教练向考辛斯发出邀请，但加入球队后就要随队在全美各地比赛，这让考辛斯有些不情愿。在教练与他的母亲商讨过后，母亲也决定，无论孩子到哪里，他都一定到场陪着。在这种情况下，考辛斯靠着多年的橄榄球经验以及那异于常人的天赋，让他很快地适应了篮球节奏。升入高中后的考辛斯身高与球技再次成长，在球场中的他如鱼得水，场均21分、14篮板、6盖，让他成为当地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但他的脾气缺点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阻碍着他的篮球生涯。因为脾气原因，让他与学校管理人员大打出手，导致多次转校。最终，考辛斯来到了勒弗洛尔高中，这是一所当地颇有名气的篮球名校。但在这所高中球场中，考辛斯依旧是最强的那一个。他的表现也帮助球队闯入了阿拉巴马州高中总决赛。即便没能拿下冠军，那考辛斯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原本的他能收获篮球先生的头衔，但因为他那难以管控的脾气，让一众媒体都不看好他。最终，他选择加入肯塔基大学，这是一所传统篮球名校。在考辛斯加盟的同年，球队也迎来了几位超级新星，其中也以布莱索和沃尔最为出色。这样一支球队也被当时一众媒体看好。来到 NCAA 赛场的考辛斯依旧能统治比赛，场均15.1分、10.1篮板，成功入选 NCAA 一阵。肯塔基也在几人的带领下打出了35胜3负的战绩。这年的考辛斯无疑就是当时 NCAA 最好的中锋。就这样，仅在大学度过一个赛季后，考辛斯就决定把自己的统治力带往 NBA 赛场。他宣布参加2010年选秀。2010年选秀报告是这样描述他的：身高2.11米，体重130公斤，体型巨大，臂展超长，手感细腻，潜力无穷，篮板能力出众，并且还有一手三分技能包。模板艾迪·库里和本杰明，这就是当年考辛斯的选秀报告。时间来到2010年 NBA 选秀大会，在 NCAA 赛场打磨1年后的考辛斯，在首轮第5顺位被国王收入麾下，萨克拉门托成了他的新归属。国王在经历新世纪初的辉煌后，随着主力接连离队，球队也逐渐沦为联盟鱼腩。直到考辛斯的出现，20岁的考神来到这支联盟垫底的球队，球队将他视为未来。此时的考辛斯与队内新任后卫埃文斯的组合，让球迷对球队重燃希望。但事与愿违，二者的组合化学效应甚微，简直就像是在各自为战。不出意外，国王在两人的带领下，战绩丝毫没有起色。而在球队战绩毫无起色后，球队很快就把教练解雇了。但新来的教练也没能给球队带来良好的化学反应。直到麦克马龙的到来，考辛斯才发生了改变。他是第一个走进考辛斯心里的教练，因为他会在球员输球后，用鼓励的方式代替批评，让球队更有凝聚力。而在马龙手下打球的考辛斯情绪明显有所收敛，他也逐渐得到教练的认可和支持。但在马龙执教球队的第2个赛季，管理层并不喜欢他布置的战术与打法，于是把马龙解雇。而当时的考辛斯因为生病住院，在得知马龙被解雇的消息后，他也感到十分难过。因为马龙是在他生病时第一个关心他的人，没想到两人仅仅合作了1个赛季后便被迫分开。国王在辞退马龙后，迎来一位资深的教练乔治卡尔，但仅在国王执教1个半赛季后，他
卡尔也离开了球队。考辛斯在国王期间，球队共更换过6次教练，因此外界也赋予他教练收割机的称号。他不仅是教练杀手，还是 NBA 出名的暴乱分子。来到13到14赛季，这个赛季的考辛斯正式成长为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此时的他就是队内第一核心，获得大量球权的他打出了惊艳的表现。得到大量球权的他场均2双，就是基本操作效率值，也是联盟前5。他就是那时联盟最好的中锋，这样的表现也为他赢得了一份4年6200万的续约。在后面的2个赛季，考辛斯持续展现出他的统治力，在球场中的他无人能挡。在15到16赛季小球时代的到来，考辛斯也随波逐流，藏匿已久的外线投射能力得到了释放。这个赛季命中70记3分，比前面几个赛季的总和都要多，这让原本就无人可挡的考神变得更加难以被陷，频频打出精彩的表现，也让他收获一众球迷的青睐。连续2个赛季入选全明星。尽管考辛斯偶尔还会发生冲突事件，不过相比于他那精彩的球场表现，倒也算不上什么。考辛斯的职业生涯好像将要步入正轨，但直到2017年时，却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时间来到16到17赛季，这赛季的考辛斯以场均27.8分、10.6篮板入选全明星。此时的他俨然就是联盟的第一中锋。这一年的全明星在新奥尔良举办。正当考辛斯享受全明星的聚光灯时，国王做出了一个特别的交易。不过这次被送走的不是教练，而是考辛斯。在交易前，考辛斯并未收到任何消息，但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早在2013年，国王更换老板时，就有消息传出，老板想把考辛斯交易走，原因不外乎就是考辛斯随时都会爆发的脾气，和球队常年没有起色的战绩。所以国王也决定在考辛斯成为自由球员前把他给交易走。之后的考辛斯也曾说过，我在萨克拉门托最大的遗憾就是原本的我曾有机会离开，但我并没有选择离开。就这样，在参加全明星后，考辛斯又要收拾行囊，重返新奥尔良。这2次的目的地虽然一样，但他的心情却截然相反。而加入鹈鹕后，考辛斯联手戴维斯组成内线双塔，人们也开始对这对联盟最好的内线组和充满期待，他们究竟能走多远。离开国王的考辛斯带着受伤的心情加盟鹈鹕，在这里的他和同为肯塔基出身的浓眉成为了队友，2位联盟最好的内线联手让鹈鹕成为了一支内外兼容的球队。2人的组合就如同马刺双塔一般，2者高低位配合，成为球队最强战术之一。一人拦下墙板，另一人就能跑出去投篮。考辛斯也开始收敛脾气，表现越来越出色。来到鹈鹕不到1个月就打出了40分15篮板的表现。这个赛季，考辛斯交出了场均25.2分、12.9篮板、5.4助攻。鹈鹕在2个人的带领下打出了不错的表现。眼看生涯首次季后赛就在眼前，但不幸却在2018年1月26日降临在考辛斯的头上。在鹈鹕与火箭的比赛还剩15秒时，考辛斯因为争抢篮板倒地，这一摔让他再也无法以正常方式走出赛场。赛后经过诊断，确诊为跟腱断裂，这个运动员最害怕面对的伤病。这次伤病至少需要1年的复检时间，同时也变相的反映了考辛斯体重带来的危害。一次意外伤害就此摧毁一代中锋。在这次受伤中，鹈鹕向他提交了一份2年4000万的合约，但考辛斯在与团队商讨后认为他能恢复到理想状态，于是就拒绝了这份合约。但没想到，这却是考辛斯生涯最后一份1000万级的合约，而损失最大的无疑就是考辛斯本人。原本的他有机会以自由人的身份追求一份顶薪合同，成为联盟的最高薪中锋，却因跟腱断裂，让他的身价瞬间跌入谷底。直到赛季结束，也没有任何球队愿意为他提供任何报价。他失业了。在经历一番挣扎过后，他向许多球队主动表示：“我只要前1/3的薪水就可以打球。”但即便这样，考辛斯的求职之路依旧四处碰壁，没有一支球队愿意匹配他的报价。而在这时，金州勇士向他提供一份1年580万的合约。此时的勇士正在向3连冠进发，而考辛斯也认为自己能用这1年的时间重新打出身价，并且还能和勇士一同拿下一座冠军金杯。就这样，5星勇士正式成立，考辛斯选择加盟勇士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全联盟的讨论。
前2年还是全明星级别的考辛斯却来到了卫冕冠军勇士。然而，考辛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考辛斯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加盟勇士，志在打遍联盟，拿下总冠军。但上天再次和他开起了玩笑。这次总决赛伴随着杜兰特的跟腱撕裂，汤普森的前十字韧带撕裂，只剩库里一人扛起球队前行。但最终勇士还是丢掉了总冠军，宇宙勇也自此解散。而在离开勇士后的考辛斯收到了前队友浓眉以及詹姆斯的邀请，他也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在19至20赛季，考辛斯以老将底薪加盟湖人，这是一支在该赛季获得总冠军的球队。但上天再次和考辛斯开起了玩笑。赛季前，在一次队内训练中，考辛斯再度遭遇大伤，十字韧带再度撕裂，让他没能为湖人出战过一场比赛。最终在20年2月被湖人裁掉。而后的考辛斯也是辗转于联盟多支球队，但还是无济于事了。曾经的联盟第一中锋却因为伤病跌落谷底，曾经的火爆脾气，到如今也开始逐渐收敛。曾经的他是球队的绝对宠儿，球队为他7年换了6个教练，但是最后依旧毫无起色。曾经的他在最好的时刻做出了最差的决定，然而没有被外界舆论压倒，他却败到了伤病脚下。接连不断的伤病成为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在面对灰狼中锋唐斯时会那么嚣张，直呼对方就像一只猫。他便是76人中锋恩比德。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走进他的故事，好好了解这位嘴炮大帝。在如今的联盟里，国际球员早已是司空见惯，甚至近几个赛季的大奖最终都被他们拿走，比如 MVP、最快进步球员、最佳防守球员。美国本土选手着实不景气啊！自从几十年前奥拉朱旺选择离开尼日利亚，投入到一项他喜爱的运动中开始，就注定了他将会成为第一个取得成功的国际球员。不过显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功能给后辈带来什么，毕竟连他也不知道篮球文化的发展会这么迅速。人们称奥拉朱旺是非洲之光，而大梦却披上了梦之队的战袍，所以说恩比德才是最纯正的非洲级巨星。这里没有忽视穆托姆博的意思，只是恩比德在进攻端的造诣实在是太强了。他是年轻球员中为数不多技巧全面的大个子，他不光可以在外线投射，内线单打同样也不在话下。恩比德有可以追得上勒布朗詹姆斯的速度，以及隔扣贝恩斯的爆发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恐怖的学习能力。要知道，在他16岁之前还是个篮球门外汉。什么是天赋？如果将天赋比作赛车，它不一定帮助你弹射起步赢在开局，但绝对能给你匪夷所思的途中加速能力。在 NBA， 很多巨星都有着住贫民窟的经历，而恩比德尽管来自非洲，却从小衣食无忧。1994年3月16日，恩比德出生在喀麦隆首都温雅德一个富庶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手球运动员，随后入伍成为上校。仓廪实而知礼节，恩比德从小便被父母狠抓教育，严加管束。在恩比德8岁时候，恰逢2002年世界杯，他因此一度迷上了足球。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出现，未来的恩比德说不定会成为非洲雄狮的一员，以高中锋的身份代表喀麦隆男子足球队四处征战。这个人就是酋长之子巴穆特。尽管巴穆特在 NBA 里始终都是角色球员，充当防守悍将，但他在家乡举办的篮球训练营里，一眼便看上了年仅16岁的恩比德。在巴穆特的竭力举荐下，从未接触过篮球的大帝被选入篮球无国界训练营，这也为恩比德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得到前往美国的机会后，恩比德特别兴奋，可他的父母却变得犹豫不决。他们不明白儿子此行的目的，确切地说是不知道儿子到底有着怎么样的目标。原本恩比德的父亲更希望儿子去打排球，是的，喀麦隆可以说是篮球荒漠，篮球在那里根本排不上号。就这样还出了恩比德和西亚卡姆2位球星，也是厉害。不过后来恩比德还是去了美国，而且进入了佛罗里达州的蒙特维德学院打球。后来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他转校去了盖恩斯维尔的 Rock 高中。最终堪萨斯教练塞尔夫在助手不断推荐之下，发掘了这位明日之星。受到重视的恩比德此后开始不断思考该如何打出名堂，期间甚至有过几次放弃。在当初被发掘的那个训练场，他放弃训练，渴望通过电子游戏寻求快乐。在比赛中受挫的恩比德曾一度陷入到困境当中，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高水准的球赛。我倒在地上，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在笑我，恩比德说道。于是第二天我去找教练，
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想要休学。可教练却告诉我，几年之后我就会成为状元。如果教练把我扫地出门，一定会把我送回非洲。我不想就这样一事无成回到家乡。最终，恩比德坚持了下来，相信过程的他也积极探索未来的答案。只是他并没有成为教练口中的 NBA 状元，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教练看走了眼。实际上，恩比德一开始便是2014年状元的大热人选，但同年6月21日，他接受了右脚应力性骨折的手术，整个恢复过程预计持续6到4个月，这才使得他选秀顺位下滑至第一轮第3顺位，从而被费城76人队选中。就这样还能当选探花秀，可想而知外界对他的期待。那一天，恩比德未能亲临选秀大会现场，而是看着电视机转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 NBA 篇章。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恩比德和费城球迷不知道会这么难。新秀赛季的缺阵是意料之中，而正当所有人盼望他养伤归来兑现天赋时，2015年8月20日，76人队宣布恩比德已成功接受脚部足肘骨移植手术，恢复期约5到8个月，连续第2个赛季宣布报销。奥登的案例还历历在目，恩比德看似也岌岌可危。在养伤期间，他化身推特达人，感觉已沦为废柴。殊不知狡猾的他并没有荒废篮球，那些奥拉朱旺曾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完美掌握的技巧，恩比德却能无师自通，完美做到，甚至可以说是自学成才。自大狂或许内心会想，科比、詹姆斯、霍华德、小斯，你们花那学费干嘛？网上看看不就行了？确实，大部分球员在学习梦幻脚步时都是从上半身开始，下肢并不够熟练，而对恩比德来说，这些动作几乎像本能一样正常。他很明白该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动作。前辈奥拉朱旺看过恩比德的训练视频，感到非常惊讶，并且大加赞赏。实际上，他们两人有很多相似点，来自同一片大陆，篮球入门时间都很晚，但都有着超凡的篮球智商。前者已经写就了自己的传奇，那么接下来该是恩比德证明自己了。2016年10月26日，在76人主场对阵雷霆的比赛中，恩比德迎来首秀，他首发出战22分钟，拿下20分、7篮板和2盖帽。尽管球队输掉了比赛，但是费城看到了未来。接下来的比赛，恩比德继续自己的得分表现，多次砍下20加，同时还当选过月最佳新秀和周最佳球员。整个赛季，恩比德带领球队出场31场比赛，场均得分20.2分、7.8篮板。他用自己的表现告诉管理层，你们的等待是值得的，他就是舰队基石。对此，管理层也没有吝啬，在恩比德打完处子赛季就奉上了5年1.48亿美元的续约合同。接下来的赛季，恩比德继续保持进步势头，在他出勤率有所保障的情况下，76人重返季后赛舞台并突破首轮。春耕秋收，76人管理层信心大增，并积极抓住夺冠窗口期，大手一挥招揽了霍福德、哈里斯以及刚带领狼崽子杀进睽违已久季后赛的巴特勒，加上原本阵中的恩比德、西蒙斯，组成死亡五大，剑指总冠军。2018至19赛季，他们确实无比强悍，可惜次轮抢七战，伦纳德的惊世绝杀让费城人一整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恩比德在球员通道的哭泣表情成为季后赛名场面。其实这无可厚非，因为他太想赢了，所以难掩内心失落。哭吧，哭过之后重新出发。只可惜2019年夏天，费城没有留住巴特勒，西蒙斯的投射是对手的宽心丸，更是76人的桎梏。接下来2季，他们非但没有取得突破，反而像是退出了争冠行列。毕竟你不能指望着人类被逆转精华里弗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所幸在这期间，恩比德的表现始终优秀。在2020至21赛季，他更是以场均得分28.5分刷新个人职业生涯新高。若非因膝盖伤势缺席10场，可能去年高举 MVP 奖杯的是他，而不是约基奇。对此，恩比德也憋着一口气。本季初，尽管他缺阵9场，但重返球场后便拿出真本事，在没有西蒙斯的情况下，独自扛起球队大旗，缴出场均29.1分。然而，不管恩比德在场上的表现如何出色，有时他的言辞却让人感叹，他最离谱的地方并不是他的双手双脚，而是他那张嘴。早在10年前的选秀大会之前，恩比德就曾一再声称自己是更值得状元签的人选，全然不顾安德鲁·维金斯还是他的大学队友，他依然心直口快的自我推销。最近他因加盟美国男篮而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在采访中他再次语出惊人，他的言论包括：我选择了美国男篮，但喀麦隆是我的唯一祖国，我选择美国队的原因是法国方面给我留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没有伤病，我相信自己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哦，当然你得赢，必须得赢得冠军，但这事儿靠一个人又不够。是那些诡异的伤病阻碍了我，每一年季后赛或者常规赛都是如此，要么有人落在我膝盖上，要么撞坏了我的脸，每年总有些诡异的伤病发生在错误的时间。我想要第4个孩子，我喜欢孩子，我觉得2个就太少了，但是我又不喜欢数字3，所以我跟我太太说至少要4个。以上这些话语各有槽点，但他们的传播力度远不及他对于美国男篮奥运夺金的质疑。当被问及是否对美国男篮夺金有所怀疑时，恩比德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你能看到美国队的阵容人才济济，天赋满满，但许多其他球队也拥有同等的天赋。同时你需要意识到，在美国队内那些具有天赋的球员们已经逐渐老去，勒布朗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勒布朗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大家会告诉你，也可以用眼睛亲自去观察，那位运动能力非凡的勒布朗，他的统治力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与现在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我认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队阵容的纸面实力所迷惑了。这些球员所拥有的影响力是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所建立的，但现在他们已经老了，他们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很难想象恩比德如何在一段对话中同时展现出正确和错误的认知。在本届奥运的参赛队伍中，确实有很多球队拥有顶尖的天赋。法国队构建了文班亚马与戈贝尔的内线组合，希腊方面则有字母哥与乔治斯、帕帕扬尼斯的高大配置。此外，还有如今篮球世界的最顶尖的球员约基奇领衔的塞尔维亚队，以及几乎全员 NBA 防守悍将的加拿大队等。这些世界级强队在天赋水平上确实正在接近美国队。但如果认为美国队的最有天赋球员们已经老去，尤其是点名勒布朗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勒布朗，恩比德持有这样的观念，甚至比一些并不喜欢勒布朗的球迷还要更离谱一些。虽然美国队曾邀请他加盟，但恐怕并不会将他视为球队的救世主。迄今为止，每当球队在关键时刻需要拯救时，正是他所称的已经老去的勒布朗继续以他曾经的能力拯救球队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男篮日前完成了全部的奥运热身赛，成功保住了他们的不败金身。然而在最后2场比赛中，面对南苏丹和德国，他们确实经历了一番惊险。在国际篮联的官方实力排行榜上，美国队排名第1，自不必说，其他球队中南苏丹排名最后，德国排名最前。结果这一头一尾2支球队都给美国队造成了无穷困难，切实证明了世界篮球的进步已经超乎想象。在这2场关键比赛中，美国队面临险境时站出来拯救球队的却不是恩比德，而是即将年满40岁的勒布朗詹姆斯。他一次又一次地披上了他的超人斗篷。霍勒迪形容道，他把球队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就像勒布朗詹姆斯该做的那样。对阵南苏丹时，美国队曾一度大比分落后，随后全队在下半场发起反击，最终由詹姆斯打进了制胜的关键球。而在对阵德国的比赛中，情况更加凶险，德国队展示了世界冠军球队的竞争力，即便几度落后，他们仍继续缠斗，并在下半场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关键时刻，詹姆斯的回应同样令人惊叹，他在最后4分钟内独得11分，其中包括连续包围了球队最为关键的9分，帮助美国队完成逆转。詹姆斯表示，我想这对我们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考验，我很高兴我们能再一次做到始终保持镇定，正如面对南苏丹时一样，这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胜利。詹姆斯身上并非没有岁月的痕迹，几天前尽管他已年近40，仍享有了生涯前所未有的殊荣，他成为了本届巴黎奥运会美国代表团的旗手。在美国队内部的小型仪式上，库里宣布了这一消息，而杜兰特则在詹姆斯背后最为欢腾。詹姆斯本人端坐在 C 位发表感言时，两鬓斑白的胡子依然提醒着人们他即将年满40。然而除了他前所未见的身体续航能力外，2024版美国男篮的配置也使得詹姆斯在这一阶段仍能成为关键先生。詹姆斯需要精打细算体能才能在一场比赛中出战35分钟，但如果一场比赛只需要打20分钟，那么他在关键时刻完全能够主宰攻防。在对阵南苏丹时，他出场23分钟，而面对德国队时，他全场仅打了18分钟。在美国队恐怖的阵容深度下，詹姆斯的体能不再成为问题，他只需在出场时间内全情投入。因此在2场比赛中，詹姆斯合计25投18中，命中率达到了72%。尤其是在对阵德国队时，他在关键时刻依旧表现出色，展现了今年在湖人队无法达到的状态。
与湖人队不同的是，美国队拥有大量的防守精兵强将，塞尔蒂克三将霍勒迪、塔图姆、德里克、怀特，加上2位替补内线老队友浓眉和阿德巴约，这些球员的存在使得美国队能够打出高压防守，利用强大的压迫感提升整场比赛的强度。为了保持这种状态，科尔甚至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将防守较弱的哈利伯顿做了 DNP 处理。科尔的用人态度以及近2场热身赛的最终比分已经充分展现了美国男篮的决心和态度。他们显然意识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旅并不简单。从1992年的梦之队到2008年的救赎之队，再到2024年这支巨星云集的队伍，美国男篮每隔16年似乎都会集结最强阵容，向世界篮球展示自己的雄壮实力。然而1992年他们在巴塞罗那出征时，总共只面对了9位 NBA 球员，而本届奥运会的美国男篮对手中，拥有 NBA 履历的球员已经多达61位。虽然这支美国队无法重现梦之队的辉煌，但勒布朗却曾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他和基德、科比、韦德等人一起经历了04年雅典奥运会的失利后，2008年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征服了世界。尽管面对西班牙队时遇到了强烈的挑战，16年过去了，詹姆斯从正值壮年变成了篮球世界中最年长的球员，但他绝不像1992年的魔术师和伯德那样能够轻松获得金牌。与之前的老将们不同，他所拥有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都不尽相同。能力方面，詹姆斯近年来的无球意识日益精进，成为了维持进攻效率的重要方式。尽管投射威胁不如以往，他凭借无与伦比的体型、意识和身体续航能力，在球员众多的美国队中找到了维持进攻效率的最佳方式。至于责任，由于杜兰特的伤病情况，詹姆斯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最近有消息传出，杜兰特可能无法参加奥运首战。这位非法体系下的无解顶级攻击手如果需要休养，詹姆斯无疑将承担更多的重任。相比恩比德，詹姆斯展现了更高的情商。在德国赛后，他提到：“我们拥有如此出色的一套阵容，无论是我、乔尔、斯蒂芬还是 KD 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有所表现，一切都是为了团队。无论比赛走势如何，我们都在场上力挺彼此。”他特别提到了自己以外的3位球员，将恩比德口中的老家伙全部囊括其中，甚至还提到了恩比德本人。这种发言方式明显展现了情商的高低，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勒布朗会成为整个美国代表团所有运动员投票选出的旗手。在美国男篮历史上，无论是黑白双雄还是乔丹和科比，都未曾享有詹姆斯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代表整个美国扛起国旗的荣誉。这一殊荣与菲尔普斯等运动员的成就相当，即便对勒布朗而言，也会是体育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对詹姆斯和美国男篮而言，重要的不是本届奥运会如何开始，而是最终如何结束。以本届美国队的阵容，他们除了夺冠之外，恐怕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结果。或许到时候，当恩比德终于拿到人生第1个冠军以后，他还能有个发表夺冠感言的机会。那到时候他或许可以这么说：“你们看，要不是当初我故意这么说，能逼出最强的勒布朗吗？”